有边界感的儿媳，一进门就给我和老伴儿遇到10几个。那我不会叫你们爸妈，还是叫叔叔阿姨。第二，结婚后你们不要随便打我电话，毕竟本质上，叔叔阿姨对我来说只是陌生人。第三，但他不知道，其实我重生了。前世我老伴突发心梗，我不会开车。为了能尽快上医院抢救，我给住在隔壁小区的儿子打了电话。洋洋，是吗？你妈这么晚能不能不要给我打电话呀？咱们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不说了，挂了。兄弟，小月、洋洋，这不是边界感的事儿，是你爸他心梗了。你能不能别这么烦呀？哎，这么晚了给我们2个轮流打电话，一点都没有边界感。我就不该把电话号码告诉你，搅和的我和王阳离婚，你就满意了是不是？老婆，你别生气嘛，我爸妈他们年纪大了，没有边界感，一会儿我就把他电话给拉黑了啊！不要，洋洋，洋洋！因为送医不及时，老伴儿就这么走了。你爸心梗死了。什么？那以后谁来接聪聪上学？妈，你又不会开车。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儿子也死了。老伴儿，我来陪你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也别生气，我对任何人啊都这样。这人和人之间相处有边界感才是最舒服的。前世为了家和万事兴，我处处忍让，结果却害死了老伴儿和自己。既然重生了，那这辈子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边界感。你继续说。第三，你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也别让我认识。我只是嫁给王阳，不是嫁给你们一家人，他们对我来说也都是陌生人。哦，昨天是大姑吧，还拉着我胳膊，一点边界感都没，我可受不了。麻烦你们转告，以后在大街上见了面，最好连招呼都不要打。我这个人啊，不喜欢不熟装熟。咋了？大叔给你包了5万块钱红包，你一句谢谢没有？啊，还招他嫌欠？不是爸，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哎，我们新婚，大姑给我们包个红包也很正常嘛。再说了，她应该也不会为了这点钱拉扯吧？我们小月是城里姑娘，金贵着呢。答不答应是你们的事儿，反正我是不会让步的。第四，以后过年我是不会跟你们一起过的，我自己有爸妈。王阳要是乐意，他自个儿回来就成，反正我不来。第6、第8、第10、第12，大概就这么20条规矩吧。叔叔阿姨，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肯定没意见。哎，老婆你放心，我爸妈呀，他们不是什么老古董，这些他们都没问题，是吧，妈、爸？王阳，小玉说的有道理，我没意见。哎呀，你看到了吗？还是我妈明事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2个就进屋了啊。妈，一会儿饭好了叫一下我们俩啊。等等，
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小月，你给我们立了规矩，我呢也有规矩给你。阿姨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第一天登门，你就摆出婆婆的架子拿捏我。王阳，你就这么看着你妈欺负我？妈，咱们家这么多年哪有什么规矩啊？哎呀，也不是什么规矩。这小月呀，她满嘴都是这边界那边界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肯定会遵守的。不过我和你爸也有一些边界，你们肯定也能做到吧？那你说吧。第一，叫不叫爸妈去谁家过年，这些都无所谓。你们年轻人嘛，不爱走亲戚，我理解。但是我们这边的亲朋好友给的红包礼物你不能收，尤其是那个扯了你胳膊的大姑，她给你那5万块钱的红包，你得还回去。还回去？哎，不是妈，这哪有给新娘子礼金收回去的道理啊？哎，首先这不是礼金，这是你大姑私下给小月包的红包。其次，小月说的对，毕竟亲戚对你们来说他就是陌生人啊，那这钱你们怎么能收呢？哪有人平白无故去拿陌生人的东西的，对吧？还就还，这点小钱我不在乎，别来沾边最好。第二，有边界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住在一起。之前我跟你爸3催4请，你们才同意搬过来，现在这婚礼也办完了，今天你们就收拾东西搬走。哦，对了，晚上也别在家吃饭了，咱们一大家子人共用一套餐具呀，那说不定那口水都留在那菜里了，太没有边界感了。妈，可是你的意思，我们现在就得搬走呗？怎么？你们不会不想搬吧？哎呀，这尊重边界感的第1条就是要有彼此的私人空间。难道你们夫妻俩没有钱买房子，打算一直住在我们老两口的房子里边，甚至最后把我们赶出去，霸占这个房子？胡说八道！不就是搬走吗？搬，今天就搬！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起来！哎，小月，小月，妈，你看看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了？我这可都是顺着小月说的呀。她那么在乎边界感，我跟你爸在这房子里边都住惯了，这万一要是踩了他的边界，害你没了媳妇儿，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。你，小月，小月，吴小月虽然可恨，但我没生她养她，也要求不了太多。可是你，王阳，这辈子你这个白眼狼，不要我。哎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别生气了，欺负了身体可不好啊。来，坐。没什么，我只是……姐姐，好了，你不是总说只要他们小两口过得好，咱们2个老的忍一忍，没事的啊。你不是总说家和万事兴吗？啊，哎呀，大不了再让他们住上一段，要是适应不了，就让他们搬到市中心那套婚房去，咱们眼不见为净。家和万事兴，好一个家和万事兴！上辈子我就是抱着家和万事兴的想法，和老伴儿一次又一次的妥协，可他们却越来越肆无忌惮。老伴儿喜欢的书房被砸了做衣帽间，
我喜欢的开放式阳台也被改成了封闭式落地窗。孙子出生以后，我好心询问儿媳有没有母乳，却没想到她大发雷霆。小月，你是没有母乳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喂母乳，我就不是好妈妈了啊！科学研究都表明了，奶粉一样有营养。再说，我的事儿是你该问的吗？还有没有一点边界感？王阳，你看看你妈！小月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随口一问。妈，他们根本不听解释，不仅将我和老伴从住了10几年的房子里赶了出去，还让我们出去租房住。市中心那套婚房呀，小月她父母住着呢。你们呢，以后就出去租房住啊。洋洋，洋洋，我们让我们清静清静啊！洋洋，上辈子被赶出去没多久，我们就被限制进入这个房子，只有孙子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才被允许出现。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，就一口一个爸妈的喊着；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，就一口一个边界感的说着。不是妈，这么晚能不能不要给我打电话呀？咱们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不说了，挂了。到最后，甚至连老伴的性命都搭在了里面。秀梅，你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啊？咱们现在就去医院好不好？郑军，我没事儿，就是这段时间准备婚礼太累了，没事儿啊。不过今天咱们可以去医院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吧。行，我都听你的。对了，秀梅，你真打算让他们搬出去啊？行，反正咱们当初买这2套房子，其中一套是给洋洋的婚房。你喜欢住大房子，那就把那套小的，过2天我过户给他们。他们要是不喜欢，就卖了，大不了我们再添点钱，让他们买自己满意的房子。不过有件事儿你得听我的。什么？咱们2个虽然都有退休金，但是那点储蓄先藏着，别说。你呀，心太软。你总说一家人要互相包容，可是我总觉得他们呢，不太能靠得上啊。前世其实老伴一直比我更清醒，是我明白的太晚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，一定会让这2头白眼狼自食恶果。郑军，你说的我都懂，只是有一点我不同意。什么？房子不能过户，钱也不能给。你说什么？房子不给，钱也不给啊？他们不是一直吵吵着要独立，要有边界感吗？那咱们做父母的可不能打击孩子们的信心呀！你看啊，他们都快40了，让他们去闯呗。咱们就一条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走，咱们上医院检查去。好。哎呀，别看了，秀梅，你老伴的身体健康得很，怎么会心梗呢？非要让我反反复复的检查好多遍。对呀，郑军一直很健康，要不是上辈子我太愚昧，害他为儿子儿媳费了那么多精力，又要开车接送孙子，又要挤时间干活挣钱租房，他怎么会心梗？这辈子不会了，都不会了。秀梅，你不用担心我啊，咱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活到99，一起手牵手离开？你先咽气，我马上来，不会让你担惊受怕，1秒钟。老不正经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辈子咱俩都要好好的。你笑啊？好，那咱们就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回家，好不好？
还买什么菜呀？咱们下馆子去。你信不信？咱俩吃完饭回家，他们小两口都还赖着不走呢，就等着咱俩去给他们做免费保姆。行，秀梅，上次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不给杨洋1毛钱了？那都快40岁的人了，该独立了，还能饿死不成啊？啊，走，咱吃饭去。好。那个鱼还真挺好吃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搞的？哎，都这个点了还不买菜回来，你要饿死我们啊！你什么态度跟我们说话？好，我不说。妈，你现在就去跟小叶道歉去，他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，随时都要走，现在怎么劝都劝不住。放开！你再说一遍，谁给谁道歉？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打你又怎么了？王阳，没事吧？妈，你疯了你！哎，你妈打你一下怎么了？就算你们是王阳的父母，也不能随便动手打人吧？王阳，我跟你爸以前太给你脸了，让你养成整天对父母呼来喝去的，从小不会好好说话，不尊重父母，都是我们的错。但是从今往后，你要是再说这样的话，我听见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好，妈，你这么闹一场，不就是想让我们多陪陪你们？我刚才跟小月已经商量过了，我就再多陪你们住2个月。虽然说这家人之间要有边界感，但是也不能太生疏，毕竟我们小月是明事理的，对吧？王阳都跟我说过了，我知道阿姨是孤儿，所以啊，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。我就勉强接受吧。反正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只要彼此之间有边界，那我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又想赖在家里把我们当免费佣人，想得美！我以前呀，确实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现在我想通了。我现在呀，就想和你爸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小月，你说的特别对，这边界感呀非常重要，我是学到了。至于你们，收拾了一上午，就收拾了这么2个包啊！你们不会真的不想搬走吧？难道你们说的边界感，就是让父母又当牛做马，又不让父母都说一个字啊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看人啊，不能看人说了什么，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。你们嘴上把住在这个房子里说得像个恩赐似的，可是收拾个行李却磨磨唧唧的，那就别怪我怀疑你们的真实想法了。你注意你的态度。算了，一套破房子，当是稀罕留下似的，没见过这么当妈的。不稀罕啊？那你们走啊。搬就搬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王阳，我们走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搬走。我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父母，你们就不稀罕见到我好吗？告诉你们，我们走了之后，你们自生自灭，看谁给你们养老。走。没你们这2个吸血鬼来养老，我们当然有钱给自己养老。秀梅，没事儿，我今天呀，非把他们从这个屋子赶出去不可。王阳，怎么了？你们是不是后悔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们现在跪下来求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。跪求你啊？你想得美！我是问你们，这包里是什么东西啊？
干什么呀？果然，这么多钱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你们婚礼上我们王家亲戚给的礼金，应该有20多万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把包还给我！这钱你们不能拿走。凭什么不能拿呀？这是我们婚礼的礼金，是给我们小两口的钱，我们怎么不能拿了？阿姨，您都多大岁数了，不会还贪这点小钱吧？有句话叫为老不尊，您别掉钱眼里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当然不至于贪这些小钱，但是小月呀，你呀是嫁给了王阳，又不是嫁给了一大家子亲戚，他们对你来说那可都是陌生人，你不屑于跟他们结交的，这可是你说的吧？那既然如此，那亲戚们的钱，那你也不能收啊，对不对？哎妈，这不一样啊，这怎么不一样啊？你大姑给你包了5万块钱啊，你媳妇儿嫌她碰了自己的胳膊，花了钱还不讨好，还招人嫌弃。哎，你们拿这钱，你们不觉得烫手吗？还是说，虽然你们不想跟亲戚来往交流，但是亲戚们的钱，你们还是要照拿不误啊？王阳，你爸妈就是这么欺负我的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小月，妈，爸，你们就这么对我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要孙子了，永远别想！王阳，你这种话只能威胁到爱你的父母，如果没有爱，谁管你生不生孩子？秀梅，老王，你们家这是咋的了？打仗了？哎呀，王阳那个小兔崽子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这大白天的作妖。志英，不好意思啊，吵着你们了。哎呀，秀梅，走，坐在这儿。咱们俩在一个办公室当了几10年的同事，又是邻居，你看你还说这些，见外了不是？哎，你这是把他们2个赶出去了？他娶的那个媳妇儿，刚上门就给我和老伴立了一堆规矩，说我们要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，说什么要边界感。那既然如此，还不如不住在一块儿。王阳还年轻，被媳妇儿唬住了也难免，只要聊开了，还是一家人嘛。媳妇儿说什么，我强求不了，毕竟人家不是我养的。但是王阳这次总算是看清楚他这个白眼狼。哎呦，秀梅，你总算是做了件好事儿，我早看你儿子不顺眼。哎呀，世英，这是人家的家事儿。秀梅啊，你先别往心里去。洋洋和小月都是好孩子，世英她就是嘴碎。我说错啥了？秀梅啊，咱们俩多少年的朋友了，我一直就跟你说，你一个当婆婆当妈的，你甘愿当牛做马无所谓，可不能让一个小辈儿对着你们俩吆五喝六的呀。只是我一说这个，你就生我的气。志英，以前呀是我脑子太糊涂，我现在发现呀，你说的都对，太对了。你说的都对，太对了。上辈子志英就劝过我很多次，只可惜超市的冻酒茄子这2天特便宜，咱们都买。秀梅，秀梅，你回来了，是不是洋洋让你搬回来住的？他们让我回来带孙子。带孙子？你都让那个小白眼狼扫地出门了，你还给人带孩子？你别让王阳管你叫妈了，管你叫孙子得了。志英，你别这么说他们了，这毕竟都是一家人，家和万事兴啊。
你，秀梅啊，你摸着良心数数，我为了你，跟那个小白眼狼吵了多少次公道，那倒显得我里外不是人。行，你带孙子吧，就当咱俩从来没认识过。走。这辈子我绝不会再为了那头白眼狼让亲者痛仇者快。我早就觉得这两个不靠谱，天天的说什么边界感，我呸！说的好听就是想让你们俩当冤大头，还拽个新词儿边界感。哎，他怎么不说说那个叫什么情绪价值？啥叫情绪价值啊？啥叫情绪价值啊？就是我们做父母的，不要求孩子有多出息，就图他们在跟前能说个暖心的话，然后嘴甜一点，听着心里舒坦，这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。不像你们那两个，成天就作威作福的，看着就让人生气。对了，秀梅，你等着，不出1个月，那两个就得回来献殷勤，想办法捞钱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数就好。那好，我们俩就先回去了，有事儿你就说话，我给你做主。谢谢你啊，知音。谢什么谢？咱们俩那么多年的关系了，有一句话就行啊。走了。秀梅，郑军，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？秀梅，今天这事儿虽然是我配合你，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，可是我心里真的是没底。你把杨洋赶出去，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在赌气？真心的。你怎么突然就转性了呢？突然吗？我死过一次，才彻底看清王阳和吴小月的真面目，这是我付出生命得来的教训。可能是我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郑军，其实我要跟你道个歉。你跟我道歉？这么多年，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在顺着，就连当年我查出来不孕，也是你安慰我，跟我说没有孩子咱们也能过。是我非要去孤儿院领养王阳，也是我心疼王阳，打小他心脏不好，我就宠爱他溺爱他，我就把他养成了这么一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。秀梅，你没错，我知道你是个孤儿，你从小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当初我们去福利院，本来是想领养一个小姑娘，可是经过王阳的时候，他居然主动伸出手抓住了你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孩子可能跟我们有缘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可是洋洋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？或许啊，咱们
从来都没有看清过他。我现在啊，是想明白了，这命里没有的东西就不能够强求。我本来就没有亲缘，这辈子能跟你在一起，白头到老就够。至于王阳，咱们啊，就当没有这个孩子。我们把王阳养到了35岁，帮他找工作、结婚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今后你不想跟他往来，咱们就不来往。今后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我只是怕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们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他还真的还有脸回来吗？那可说不准。是您说的对，郑局，咱们得准备着，这事儿肯定还没完。趁热喝。这是专门给你买的排骨，多吃点补钙啊。妈，吃饭呢？哎呦，排骨，特意给我做的。嘿，我刚好没吃饭，先尝尝啊。哎，不是妈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饭都不让人吃了？是给你做的饭吗？你凭什么吃啊？王阳，我们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你们小两口自己过自己的，不要回来打扰我们。爸，这好歹也是我生活了35年的地方，我还不能回来吗？我之前啊和小月说话是有点冲动，不过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啊，之后我们就搬回家住，回家还是方便嘛。再说了，我这个当儿子的，平时就应该多陪伴陪伴你们，孝顺孝顺你们，是吧妈？郑军，下午就找个锁匠把大门的锁给换了啊！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开门进来，家里太不安全。成。哎，不是妈，我都道歉了，你们怎么还这样？哎，你们真的把我赶出家门吗？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做父母的。王阳，你真够不要脸的！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呀！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又坏又蠢，总归连基本的廉耻心该有吧。但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不要脸，为了能够搬回来，连我之前说那么明白的话都可以装作听不见。妈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还在为之前那点小事跟我生气。你是我的妈，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？哎，小月不过是给你们立了几条规矩，这家人之间保持点边界感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真要为了这么点小事儿，看到我跟我爸反目，逼着我们俩离婚，你才满意是吧？王阳，不会说话就给我滚出去！我说的哪里错了？到底是谁没有边界感？一直得寸进尺的难道不是你们吗？你难道忘了你走之前不是指着鼻子威胁我们，让我们自生自灭吗？那些都是气话，咱们一家人，你别当真啊！哦，你能说得出口，我们凭什么不能当真呢？什么叫边界感？就是你们要钱给钱，要房给房，我跟你爸给你们当保姆还不能说一个不字，这才叫边界感吗？不是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是吴小月她个人的生活习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毕竟刚结婚，那我向着她点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不要往你媳妇头上推，小月我们说不着，我们就说你王阳，我们养了你10多年了，这10多年来啊，我们每个月都贴补你啊，你有花过1分钱给我们买礼物吗？我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！你说什么呢你？
爸妈，之前是我不懂事儿，不过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，我和小月搬回来之后啊，一定会加倍对你们老两口好的。你也别说那话，王阳，咱们呀就把话说开了。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房子过户吧？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房子过户吧？不是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老两口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，我怎么可能会打他的主意？别装了，不是这套房子，就是市中心那套。那市中心那套不是本身就是你们给我的婚房吗？我就知道，上门道歉。是吴小月撺掇你过来把那套小房子弄到手吧？别折腾了，回去告诉他，不可能。不是妈，那婚礼礼金你都拿走了，现在我们的婚房你也要收回去啊？王阳，当初你结婚的时候啊，是吴小月看不上这套房，不想要，用这个借口，我们凑了50万的彩礼，怎么现在又反悔了？既要又要，你当我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还有啊，那吴小月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以后不管我们叫爸妈。那我跟你爸对他来说，本质上那就是陌生人。我们真金白银买的房子，为什么要给陌生人呀？那他吴小月不住，那我还不能住吗？哎，你把婚房收走，我们住哪儿啊？王阳，你都工作10几年了啊，我们都没看过你1分钱，你的钱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钱。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婚房，我就只能露宿街头了。想住我们的房子，行。把这个签了，把这个签了。租房合同？不是妈，我住你的房子还得给你钱呗？干嘛？不行吗？从你们半个月前一直要搬走，我就知道你还会回来，所以我早早的都打印了合同，在这儿等着你呢。想住我们的房子可以把这个合同签了，以后啊每月交房租。赵秀梅，我是你儿子，所以啊我才会优先考虑租给你啊。这地段可是市中心，你要是不想租的话，那多的是人想租。你不是爸，你就这么干坐着啊？就干坐着看着我妈在这胡闹啊？王阳，你要是不租的话，我就找中介过来。行，行，你们老两口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给老子等着！刚才王阳进门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真心回来道歉的，没想到还是被那个吴小月撺掇的，盯上了咱们的房子。你说这个吴小月呀，她到底怎么想的？我们是她的公婆，又不是阶级敌人啊！这个嘴上说的边界感，手里拼命的就想捞钱。他这个呀，就是典型的既要还要。他要真能做到，那是他的本事。我不恨他，我只恨啊，养了这么个儿子。王阳，这个臭小子，我现在就找人换锁。是时候把王阳这条心安理得的吸血虫彻底拔下来。喂，中介吗？市中心那套房子，我想出租。怎么样？你妈同意我们回去住了吗？我都想好了，等我们回去住，这套婚房我就让我娘家人住进来。没有，我爸妈他们还在气头上。我怎么跟你说的呀？让你一定要低声下气的道歉。哎，算了，回不去就回不去，那就让你妈把这套房子过户到咱们名下，咱们住的也安心点。
他也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我把你提的都跟我妈说了，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过户。她说，如果我要继续住这个房子的话，必须跟她签租赁合同，每个月给她租金。我又没工作，你又不挣几个钱，要是有钱交房租，我还用得着惦记你们家的房子？哎呦，你个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那你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怎么知道我妈这么狠心，这么对待她自己的儿子？哎呀，小月，你也别太生气了，咱们改天一块儿过去跟我妈道个歉，给她个台阶儿。我妈她是个孤儿，她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，所以不会闹僵的。谁？你们谁啊？怎么擅自闯入别人家里？我报警了！报什么警？我是中介，这栋房子你们不能住了，房东已经把房子租出去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王先生，我们得到许可的。赵女士，这是我们根据您的需求，出示的这个租房合同和告示，您看一下。挺好。但是那个赵女士有一句话，我不知该不该问。没事儿，尽管问。咱们这个房子呢是在市中心，地段好，虽然小了一点，但是是新房。同等价位的话，正常是能租到2000块钱。可是咱这边为什么只收1200？是不是赔本了？钱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降低价格就是为了快点把房子租出去，越快越好。不过我有一个额外要求。您说。那套房子现在里面住的有人，麻烦你们在出租之前把里面的人和东西一起清空。好的。王先生，您母亲今天中午已经全权委托我把这栋房子已经出租了，这个是租房合同，您过目一下。1个月1200，这么便宜？你妈疯了！我妈给我的租房合同上写着1个月租金2500。你妈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啊！王先生，既然确定了这栋房子你们现在就不能住了，立刻搬走，否则我就要采取强制措施了。强制措施？哎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一个中介知不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呀？这是我妈给我的婚房，懂吗？除非是她把这个房子的租金直接交到我手上，否则你们休想把这个房子租出去。那你就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干什么？放开！光天化日你们就要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要报警！省点力气吧，我们就是警察。警察就能随便抓人了吗？我要投诉！王先生、吴小姐，干我们这行，像你们这种滚刀肉，我见多了。你们1没有产权，2没有租房合同，3没有给房东交过1毛钱租金。既然你们不搬走，那就是寻衅滋事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放开我！王阳，我要被你害死了！我从小到大还没进过警局呢，你妈怎么这么心狠呀？等着吧，他们不给我面子，就别怪我把事情做绝了。走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哎呀，哥嫂子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我妹子过生日，当哥的能不来吗？嗨，又不是过整岁数，过着玩呢。这来就来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生日快乐！敏珍，这不是礼物，你私下收好就行了。这是啥呀？王阳结婚的时候，你给小月包的礼金和红包，其他亲戚的我都还回去了，就剩你的了。嫂子，所以传言是真的，你真的把杨洋赶出家门了？什么赶出家门呢？40多岁的人啊，有手有脚有工作，成天在家好吃懒做，硬赖在我们家里不走。哎呀，好，不说这个了，你们呀别生气了。来，一起坐下吃饭。嫂子，生日快乐！来坐，来快请坐。
们到的挺早，我们还煮了一会儿。嫂子，谢谢。大姑，生日快乐！他们怎么来了？大姑，生日快乐！洋洋，小月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婚礼礼金被收走了，还被人赶出了家门，所以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，别见怪啊。王阳，你又出什么幺蛾子？你要闹就到外面去闹去。今天是大姑的生日宴，你不要给她添晦气。叔叔，什么叫闹幺蛾子？王阳说的不对吗？你们先是抢钱，又是逼得我们无处可住，就连警察都叫来，真是够心狠的呀！少摆出那副爹妈的架势，你们根本就不配当我的爹妈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大家呀都是一家人，不用礼物。洋洋、小月啊，你们都是当小辈的，跟你爸妈道个歉，咱们一起坐下吃饭，好不好？我说了别碰我，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谁要给他们道歉？大姑，我都说了，他们不配当我的爹妈。怎么，你们这么大老远的来，就是为了在这儿说几句垃圾话呀？当然不是。各位亲戚，我今天是有一件喜讯要告诉大家的。小月怀孕了。怀孕了？这也太突然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？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恭喜啊，秀梅、郑钧，你们要当爷爷奶奶了。呀，我记得秀梅一直都想抱大孙子，这下可好了，秀梅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洋洋，你和小月快坐吧，孕妇可不能久站。你们和你爸妈也别生气了，毕竟都是一家人，大家各退一步，怎么样？各退一步？我凭什么退啊？别人家的爷爷奶奶要么出钱，要么出力，可我们家孩子呢？哼，只有恨不得我们流落街头的爷爷奶奶。就是，要不是人家小月父母说要帮我们照顾孩子，我们这未出世的孩子呀，怕是要没人管喽。要我们出钱出力，这是点我们。点就点吧，反正这辈子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再做。至于吴小月的父母，那可是一对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啊！我给你包个橘子。各位，我今天来呢，除了说小月怀孕这件事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啥事儿啊？我要跟他们断绝关系。断绝关系。断绝关系？断绝关系？没错。听我的，等会儿你拿出孕检单，要是你爸妈还没反应，你就把断绝亲子协议书拿出来。你哪来的这协议书？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特意找律师起草的，弄个假的能糊弄过人吗？哎，等你一威胁跟他们断绝关系，满屋子的亲戚肯定会对你父母的极品行为指指点点，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向咱们低头，我们就可以趁机把房子要到手了。老婆，还是你聪明。可要是我妈，她真的签了这个合同怎么办？哎呀，不可能！这个年纪的老人啊，一最在乎名誉，二最在乎子女。在场那么多亲戚呢，他肯定会承受不住压力，向我们妥协。爸妈，你们别怪我，是你们先逼我的。我说呢，平白无故找上门来，原来是想拿其他亲戚来压我，算盘打得挺好，可惜太不像话了。是啊，我爸妈确实是越老越糊涂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说的就是你，王阳，你太不像话了。什么？二伯，我哪里不像话了？
王阳，你都35岁了，不是个孩子了，断绝关系这种话能挂在嘴上吗？就是你爸妈对你怎么样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。没想到你竟然能说出跟他们断绝关系。你不会是看你父母现在岁数大了，故意这么说？你们怎么能这么不分黑白？哟，小月，在婚礼现场上你就没有给我们好脸色看，现在这个意思，你想让我们替你做主吗？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什么边界感吗？不让你们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这不刚好随了你们的心愿吗？现在有了诉什么苦？王阳、小月，你们这算盘呀打得可真好。你们不想想啊，你从小就没大没小，不尊重父母。这小月呀对人的态度啊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谁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货色呀？想用亲戚来压我们，你们呀真的是一点脑子都没有啊！大姑，你小时候最疼我了，你帮我说句公道话呀！真是白疼了你这么多年。别叫我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就上周我在大街上碰到他俩吃快餐，我好心好意请他俩去我家吃一顿，结果呢，小月她在大街上指着鼻子骂我没有边界感，他还说吃什么垃圾食品是他的自由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被人这么嫌弃过。狗咬吕洞宾，自己都是怀孕的人了，还吃垃圾食品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妹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能给我受什么委屈啊？不来往就是。可是，最让我生气的是王阳。王阳，你现在想起来，我打小最疼你。但是那天在大街上，小月当众骂我，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么吗？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大姑，我跟你道歉还不成？他说：“小月，别被不相干的人打扰心情，疼了你这么多年，结果我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。”哎，妈，别叫我妈，我嫌恶心。你说大姑是不相干的人，那我呢？啊？我养了你35年，我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你现在为了逼我给你钱给你房子，居然用断绝关系来威胁我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既然你那么想断绝关系，好，我成全你。不要！今天各位都在场，正好给我做个见证，我赵秀梅和王阳正式断绝亲子关系，从今往后我没有这个儿子了。妈，你怎么真签字啊？你疯了！我看你才是疯了呢，居然有脸把这个协议拿出来，还不敢让人家签呢。反正我们在你的心里已经不是亲人了，你现在着急是为了那2套房子啊！你尽管撕，以后啊，你只要来找我一次，就报警一次。你跟小月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过年吗？那好啊，那以后你们都去拘留所过年吧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我他妈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父母，一点都不为子女考虑，掉钱眼里了。你们以后绝对会孤独终老的。那你说，父母应该是什么样的？父母当然是一心要为子女考虑，无私奉献的呀。小月呀，还得是你们年轻人厉害呀！我跟你谈感情，你跟我谈边界，哦，发现这边界呀占不到便宜了，又回头来跟我谈感情，这好话坏话都被你们说了呀！你什么你？请你们离开，这是我的生日宴，我不欢迎你们。滚出去！滚！滚出去！我滚！滚出去！你们
都给我等着！总算结束。明真，对不起啊，好好的一个生日宴，把你弄成这个样子。这不关你们的事儿，都是那2个小白眼狼的错。就是啊，秀梅，刚才他们都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什么无私奉献，什么孤独终老，都是胡说八道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无私奉献的父母，上辈子我也当过，最后的结局可比孤独终老惨多了。你真是逆子！郑钧、秀梅，你们不要太过伤心了。王阳的逆子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以后有他受的。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担心秀梅。秀梅，你没事吧？真的没事儿，我已经想通了，可能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。这养孩子，他就像是在赌博。你就是养得像王阳这样的坏种，你就是给他2条命，他也嫌你的血脏了他的鞋子，他还嫌你的死给他添麻烦了呢。所以呀，我不赌了。况且，这辈子跟你在一块儿，怎么能是孤独终老呢？咱们呀，是白头偕老。小月，你看你出的鬼主意，还断绝关系，这下好了，我妈真把心意签了。这能怪我吗？我问你的时候，你信誓旦旦说什么从小到大家里的亲戚都疼你，肯定会向着你说话。哎，结果呢？你是不是没脑子呀？别人讨厌你，你都看不出来。让人别人讨厌的事让你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你别生气，别伤到在一起啊。嫁给你，我真是倒霉辈子没了。别人家的父母都是托举，就你父母是累赘。我现在还怀了孕，你爸妈要是不帮我们带孩子，这孩子生下来怎么办呀？那不是还有你爸妈的吗？我爸妈帮帮忙还行，哪有公公婆婆好好的，让岳父岳母伺候媳妇儿的？你要是敢打这个主意，咱们就离婚。可我现在都跟我妈断绝关系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听出来了，其实你爸妈就是怪你要和他们断绝关系，伤了心，才会一冲动签了字。只要我们之后服个软，房子还是有机会拿到。爸发朋友圈说，他买了机票跟我妈一块去旅游。看来他心里真没我这个儿子。那你妈接下来几个月不在家了，这是好事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可以趁虚而入，鸠占鹊巢。秀梅、郑钧，你们可回来了！是啊，这一辈子省吃俭用为了孩子，现在撒开手，我才发现，退休生活多快活呀！真的是出了门旅游一趟，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呢。我拍了好多照片，回头给你看啊。好好好，可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们说。你说喏，看你们好不容易出去旅游一趟，我怕打搅你们的兴致，就没打电话告诉你们。你们那天刚离开，王阳和吴小月就过来了，他们把你们家门锁坏了，现在就在屋里呢。王阳这个臭小子，他都跟我们断绝关系了，他还敢来啊？断绝关系了？哎呀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呀？怎么了？他们刚来那天，我就想跟他们讨个说法。我们家这口子不让，说是王阳到底是你们的儿子，说我这样插手怕里外不是人。早知道你们跟他断绝关系了，那我第一天就报警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啦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啊。哦，那好，下次旅游咱们一起去。哎，好嘞，咱们出去看。好。
还知道回来呀？哪有爸妈放着孩子不管，自个儿出去玩的？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还旅什么游啊？小月，爸妈，小月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说的话你们别往心里去啊。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你们来我家干嘛？还长本事了啊！让人偷偷进来把锁给换了。哎呀，爸妈，我这回真的是知道错了。哼，你这种人还知错？哎呀，妈，那之前的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是我糊涂，是我不孝顺。儿子在这儿真心给您赔罪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爸妈，你们之前教育我，教育的对，你们把我从小养大不容易，我就让你再生气，也不能把这气撒到你们身上。妈，儿子这次是真心悔过，真心悔过。不该独立起来好好工作，用你挣的钱买车买房养你的老婆和孩子吗？怎么偷偷摸摸的又回来了？妈，那我本来也想找个工作好好上班，用自己的工资去租房子呢。可是现在情况不是不一样吗？那小月她怀孕了，你们也知道，那外面的出租房多不干净呀，这不利于养胎吗？不是，而且你说你们老两口再生气，也没必要把气吃在一个没出世的孩子身上吧，是吧，爸？那你们想住到等小月把孩子生下来啊？小月出的这招果然有用。没错，爸，只要小月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俩立刻给你们挪窝，绝对不耽误你们。妈，哎呀，妈，您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家里有一个孩子热热闹闹的，这以后呀，你们老两口就不用再羡慕别家有孙子孙女了，咱们在一块儿也能享受天伦之乐嘛。果然没经历过上辈子的惨剧，郑钧还是心软了。没办法，人老了就会想抱孙子，况且聪聪确实乖巧可爱，可惜你看，心梗死了。什么？那以后谁来接聪聪上学？妈，你又不会开车。我绝对不会再被亲情看住脚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干脆就趁现在割舍了。说完了吗？哎，妈，你别叫我妈，我们现在已经没关系了，以后你就跟小月一样叫我阿姨吧。是你这哼，王阳，你说你是独生子，谁信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爸妈在外头有好几个私生子呢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？我说的不对，只顾着自己快活，连儿子都不要了的父母，我也算开眼了。我本来都不想说你们，你看我们出去这几天，你们把这房子啊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？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边界感？你吼什么吼啊？你们老王家真够可以啊！老公公指着媳妇儿的鼻子骂。王阳，你就敢看着是吧？妈，咱们就各退一步嘛，好不好？退什么退啊？好说歹说，你都给他们跪下了，他们还是这态度。哼，怎么，以为我怀了孕就跑不了了是吧？信不信我今天就上医院把这肚子里的孩子给打了，把胚胎送到你们老王家家门口去？妈，你们就不能退一步吗？你非要逼死我们呀？这分明是你逼我们啊！没大没小，我跟你说过，这样的话你说一次我就打你一次，你还打人？我现在就去断胎，行？你现在就去。
你现在就去！你欺人太甚！我这不都是顺着你在说吗？小月，你是孩子的妈妈，你又是一个成年人，这打不打胎还是你自己做主啊。我可是个有边界感的人，我不会干涉你的。不是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孩子没了，我他妈也不活！够了！省省眼泪吧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？以前的事儿吧，都是一些小打小闹，但是现在，我和王阳已经断绝关系，和你们再无瓜葛。你们私自上门换我家的锁，属于私闯民宅，你们犯法了。喂，110吗？开门！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。妈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这么绝情吗？成年人就应该敢做敢当，啊！从你们踏进我房子的这一刻起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。你们不要老想着拿捏我们，我们又不是傻子。好了，你们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，省得以后我们见面难看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你肯定是在虚张声势，我就不信我是孕妇，你真敢报警！没事。谁报的警？我，他们俩私闯民宅，铐上带走。哎，等一下，警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是他们的儿子，这是我们自己家，不存在什么私闯民宅啊！王阳，你快让你爸妈说句话呀！这跟寻衅滋事不一样，私闯民宅可是要上答案的。这要是真被抓了，以后我们的孩子可不了公了。啊，说句话嘛。哦，让我说句话呀？倒是有句话要说。你把我房子弄成这样啊，你得赔我清洁费500块钱。妈，你警察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带走。哎，放开我！走，妈！我是孕妇啊！你别动！我可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。老实点。我可是孕妇！别动我！我肚子里可有孩子，我要说的是轻点，老实点，你这么做会后悔的。放开我！对不住啊，我们家的私事打扰到大家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真报警了，该对他们这样。秀梅啊，你这会不会做的太绝了？到底是一家人吗？秀梅，你笑啥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这王阳和吴小月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管他们做的有多过分，肯定都不会遭过你。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我呀，肯定不会翻脸。可不就是看你们好欺负，这下好了，你们老两口总算能过安生日子了。这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这2套房子摆在这儿呢，他们呀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难道他们还不死心？可是亲戚朋友邻居都没人向着他们，他们还能怎么办？他们是年轻人，这懂得多，本事大，没了这些，还有网暴。网暴？网暴。身体一直挺好，好好的怎么会心脏不舒服呢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最近接送匆匆累的，歇一歇就好了。最
最近怎么手机老响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喂，恶婆婆都是女人，非要折磨儿媳，你这种人就是女人之耻，去死吧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嫂子，不好了，我女儿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帖子，是小月发的，点击量已经爆了，她还把你的身份信息和电话号码发出来了。姐妹们，就没见过这么自私又没有边界感的公婆，居然逼我用母乳喂养。我跟她说了很多次，怎么会这样？奶粉是前世吴小月引发网暴，让我的生活彻底成了地狱，甚至最后郑军的心梗加重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不能吧？虽然我一直说王阳是个小白眼狼，可他没有脑子吗？网暴自己的爸妈，难道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谁让王阳他就是个蠢货呢？是。喂，洋洋，那小月在网上发那帖子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那好多人打电话发短信的骂我呢。哎呀妈，您别大惊小怪的，小月她就是抱怨一下，泄泄愤就好了。你现在让她删帖，她又要生气了。妈，你就忍一忍。我大惊小怪，自从你们结婚以后啊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们说过年不回来，我们也愿意；你们要边界感，我们也给了你啊。那小月现在她为了一句话，那引导网上网暴我们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！妈，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，谁逼你们了？哎，你们就爱小题大做。岳父岳母对我没那么多要求，跟他们在一起我舒服。为什么不回来跟你过年啊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洋洋，挂了。洋洋。这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们会上网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敢让他们自作自受。神经病！奇怪，为什么这几天总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人给我发这种诅咒的短信呢？看来王阳和吴小月忍不住动手了。谁知道呢？那估计啊，那就是那些诈骗信息，他们就是给你发这种信息让你回复，你别回复就行了啊。行。喂，哥，不好了，吴小月在网上发了关于你和嫂子的帖子，点击量爆了，她还把你们老两口的手机号码也公开了。什么？链接我发给你们了，你们快看看怎么办吧。姐妹们，结婚前一定要擦亮眼，避免遇见极品公婆。就因为嫉妒我和老公感情好，从结婚第一天起，公婆就开始作妖，先是拿我们的结婚礼金当威胁，想控制我们的生活。我和我老公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想要和他们划清界限，结果这老两口他们又开始作妖。他们先是把我们扫地出门，然后又威胁要和我老公断绝关系，甚至他们还逼着我打胎。果然又是这样。真的假的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我不信世界上有这样的父母，楼主是来编故事骗经验的吧？天啊，太极品了！这种恶婆婆、恶公公真该死。对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楼主别当包子，把他们手机号报了，我帮你们骂他们。
太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！这个小月怎么能颠倒黑白、胡说八道呢？不行，我必须让他们给我一个说法。要不到说法的，不过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原本因为吴小月怀孕，郑军多少有点心眼，这次倒是可以借机让他彻底看清王阳的真面目。你大姑已经把小月发到网上的帖子给我看了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嘛！现在很多人都误会我们了，你赶紧让他把帖子删了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活该！你说什么？我承认，帖子是夸张了一点。那是夸张一点吗？那也完全是污蔑呀！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控制你们的生活了？啊？是你们说要有边界感，对吧？还主动和我们断绝了关系。那个流产，那不是小月自己说的吗？那也是你们自找的。你有没有良心呐？啊？我把你从孤儿院领出来，给你找工作、找对象，这还讲出仇来了？你又翻旧账！你没看网友说吗？当父母最重要的就是奉献。你们这么斤斤计较，那就是自私。自私？我要是自私，我就不会把你当亲儿子那样养，不会给你花那么多钱。钱，你们就知道钱。养儿子需要花钱，没钱你能养成什么样子？你，老王，哎呀，别气。妈，你也帮着劝劝嘛！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以后还不是要靠我养老？那这样吧，断绝关系那件事呢，我们就当没发生过啊。你让妈跟小月道个歉啊，再把这2套房子过户到我们名下，我就让小月把帖子删了。以后咱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你个畜生，你做梦！王阳挂了。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就算闹成这样，我也总惦着。别以为他多少你惦记着我，可是结果他就把我们当宠物。秀梅，是我们错，我们的教育太失败了。原来要怎么这样呢？这辈子我早早清醒，郑军都成了那个糊涂的人。有什么好气的？你想那么多干嘛？或许那王阳从根上他就是坏的呢。难道我们就要莫名其妙的挨骂吗？那有什么办法？互联网上的事儿，咱们这岁数大的呀，确实是不懂。那吴小月，她不就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造谣吗？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？当然不是，我们是不懂，可是能找懂的人呀。你是说，敏珍家的闺女于欢，不就是那个什么特别大的互联网公司的公关主管？对呀，欢欢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走，走。来了，谁呀？大晚上的。舅妈、舅舅，来，快请进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欢欢，舅舅舅妈想请你帮个忙。欢欢，你看，原来如此，好啊，这个吴小月真够毒的，婆媳关系、亲子关系，这可都是热点话题。
他故意颠倒黑白，就是为了煽动网友的情绪，让他们对你们进行网暴。欢欢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事交给我，我这就去给你们发澄清帖。澄清？那网友们能相信吗？吴小月毕竟是有照片，虽然是移花接木，但是网友都是视觉动物，我们最好也能拿出证据。我有证据。这张是吴小月第一天进门就给我们立规矩，这张是他们坏了锁，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这是王阳给我们的断绝亲子协议书，还有这个。要是这些还不够呀，我还有他们威胁我们2个把那2套房子过户给他的录音。够了，没想到舅妈你留黑意识这么强。小美，这些照片你啥时候拍的呀？既然重生了，那上辈子发生过的事儿，我当然会提前做好防范。这小月第一次上门给我们立规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正常，我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总归有备无患嘛。有备无患？我的天爷呀！对付自己儿子还要用兵法，这儿子没有也罢。看来这次郑军是彻底对王阳死了心了。欢欢，这些够吗？够了，有了这些照片，我保证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很好，一切顺利。哎，你爸妈那边咋说？我爸还生气着呢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，把我的电话都拉黑了。正常，这说明他们被骂得受不了了，硬气不了多久就该服软了。哎呀，这网暴，就连经常上网的年轻人都有撑不住自杀的，更何况2个老年人。小月呀，还是你聪明。汪洋啊，不管怎么说，那可是你爸妈，你之后不会嫌我恶毒吧？不会的。老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，还有这个没出世的宝宝。喂，找谁？你们2个太无耻了，一对奸夫淫妇，拿我们的正义感当枪使，去死吧你们！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不是，我是热帖极品公婆里的当事人，你们都被骗了。第一，我们老2口绝没有控制、逼迫2个年轻人的意思，是他们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在家里啃老，却没有啃老的态度。光是规矩就给我们立了几10条，但是自己却做不到。第二，断绝关系是他们小夫妻自己提出，我们顺势答应，也并不是想把他们给逼上绝路，是想让他们学会自力更生。第三，从头到尾，这对小夫妻所做的一切都是贪图我们老2口名下的2栋房子。以下是相关的照片、录音证据。完了。最后，我想重申，尽管他们为了钱发帖引发网暴，但是出于亲情，我们老2口最开始也是不打算回击的。可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广大网友朴素的正义感被恶人利用，因此特意发帖澄清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！我不要！来，干杯！热烈庆祝网暴事件圆满解决。好。欢欢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哎呀，我只是发个帖子啦，这次是多亏了舅妈细心，保留了这么多证据。欢欢，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这件事儿吗？网络嘛，瞬息万变，现在网友的注意力都在那王阳和吴小月身上。等过段时间啊，整个事件都没热度了，就怕他们会狗急跳墙啊！哎，喏，你们看，
王阳在帖子上面上蹿下跳，就是在平息网友的怒火。还是他上次打电话说的那一套，当父母的要贡献，是我们呀太斤斤计较。这不就是网络上流行的父母无恩论吗？父母无恩论？就是说父母生孩子没有提前问过孩子的意愿，孩子是被动出生的，没有人知道孩子到底想不想出生，所以父母对孩子是没有生育之恩的。这还是哲学问题呢，这一时半会儿网友还真不好反驳。想反驳也很容易呀，舅妈有主意了，只要把王阳是被领养的发帖子里就行了。父母生孩子没有提前问过孩子的意愿，但是王阳是领养的，福利院当时肯定问过王阳想不想出来。舅妈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哎呀，欢欢，这发帖的事儿啊，不着急啊。这是5万块钱，谢谢你这次帮助我们。 5万块钱不行，太多了。舅舅舅妈，我只是出个主意，怎么能拿这么多钱呢？欢欢，这钱是你应该拿的，如果你把我们当亲人，就收下啊。钱是郑钧心梗，王阳不管不顾，从抢救到操办郑钧火化，都是敏珍和欢欢出钱出力的陪着我。舅妈，没事的啊，都会好的。重生一世，除了铲除仇人，我还要把握住真正的亲人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舅舅舅妈吃菜，快尝尝我的手艺。来，好嘞，好嘞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妹妹，开门。我呀，妹子，哎，妹子，我给你们处理一下网上的舆论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手机关了呀？天天都是这种辱骂的电话短信，我还怎么工作啊？你吼什么吼？我看这些短信和消息，不也是为了想办法吗？想办法？你能想什么办法？从头到尾出的主意一个比一个馊，就没有成功过一次。你怪我，王阳，跟你结婚之前我就没受过委屈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谁呀？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我看都是为了你自己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他妈算是想明白了。哎，这结婚前啊，我爸妈疼我，就算我没工作，我爸妈都养着我，还给我准备了婚房。结婚后，我现在房子没了，爸妈也没了，还要每天承受着网暴。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出主意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对？当初是谁说骗来的钱我们小家5分，现在马后炮？闭嘴！我肚子好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惹你生气。不管怎样，一定要让你爸妈删帖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爸，妈，你们怎么在我表妹家呀？怪不得我刚才去小区找你们的时候，那保安把我们轰出来了。谁是你表妹啊？舅舅舅妈早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你别套近乎了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妈，我求求你们把帖子删了吧！我和小月这些天
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香，快被这些网友给骂惨了。我们本来是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，到现在这匆匆忙忙、连滚带爬呀！妈，我皮糙肉厚的无所谓，但是小月她现在已经怀有身孕了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孩子呀，怕是抱不住了哟。王阳，你不要拿孩子来威胁我们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的孩子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王阳，你之前跟我和你爸说的话，我现在原要还给你，这些都是你们自找的。你们对岳父就没有一点基本的同情了？你们对老人就没有点基本的尊重吗？畜生！你们家全是畜生！我今天就去打胎，我绝对不会生下带你们血脉的孩子。佩子，你这是没有关注铁色最近发展的。王阳啊，他是领养的，你想生有我们家血脉的孩子，还生不出来呢。什么？我什么我？赶紧滚！这里不欢迎你们！我不管！你要不占脸我就撞死我自己！你神经病啊！你要死换个地方死，死在我家，房价要是跌了怎么办啊？我不管这么多，你今天必须把事情给我解决了，要不然我就赖这儿不走了。我，哎你死猪不怕开水烫啊！哎呀，妹子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就把根囊死！神经病啊！否则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非让你们把铁子上完为止。够了，闹够了没有？妈，我跟你说过吧，以后叫我阿姨就行了。哎呀，别这样嘛，我以后会改的。你会改好？哼，你自己知道。这么长时间，我被你烦够了，王阳，我不想再听你说废话，你也别在我面前演，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。你和小月又是发疯又是道歉，无非就是为了我们两口子那点钱。是稀罕。不是妈，那我这不是也刚结婚，小月也怀孕了，这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毒嘛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。啥意思啊？这是我和你妈商量的，我们的遗产分配的遗嘱。遗嘱？哎呀，爸妈，我就知道你们心里还挂念着我们。啊，不过你们现在立这个遗嘱呀，太早了。你们还年轻啊，只要你们之后啊给我们带孩子，我和小月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们两个养老的。你爸妈干了这么多年，肯定欠了不少钱。什么？妈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我和郑军过世之后，所有的个人财产，包括2套房子，一半捐给市里孤儿院，一半留给明真和欢欢。我舅舅舅妈，这是你们的遗产，真的要分给我和我妈吗？妈，你们疯了吧？王阳才是你们的儿子，哪有越过儿子把遗产留给侄女的？我们已经跟你们断绝关系了。不是吧？就算咱们断绝了关系，这遗产也轮不到他分吧？究竟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于欢呀，于欢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人家老两口的棺材钱你都敢打主意啊！干什么？想动手啊？我是孕妇，你给我闪开！你把我惹毛了，我管你是不是孕妇。还有你，王阳，我名牌大学毕业，高薪工作，我有什么必要骗老人的钱吗？你以为我是你这个废物啊？不是你搞的鬼，遗产都是你的吗？
后了没有？妈，别叫我妈。我说过，你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们没有孩子，我是孤儿。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老两口最亲的亲人是郑军的妹妹。我们把遗产留给自己的亲人，我还需要问你这个外人同不同意吗？我是外人，哎，他一个外姓，他都不姓王，你指望着他给你养老啊？景安呀，难道你给我们养老吗？我当然会啊，你们是我的爸妈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管你们呢？你3番5次的威胁我们，让我们自生自灭，你让我们怎么能相信你还有良心？妈，那都是气话，这不能当真呐。是气话还是真心话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们强词夺理，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，你们不出钱出力，我们怎么养孩子啊？哟，说到出钱出力的时候，就不提边界感了。你这边界感的标准真够虚的呀！养不养孩子，怎么养孩子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我和郑军的财产，我们有权利决定怎么分配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王阳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到你嘴边的钱就这么飞了吗？你说话呀！你个废物！怎么跟老子闭嘴？怎么跟老子闭嘴？你居然打了我！打你怎么了？王阳，你疯了，在我家打人！王阳，你个畜生！是你爹妈骑在你头上，你不敢对着你爸妈横，也不敢对着你表妹横，你就拿老婆撒气是不是？我还怀着你的孩子。少拿孩子给我在这说事儿！要不是你出的那些馊主意，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妈，我知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都是被那吴小月给骗的呀！你装什么？爸妈，你们知道我打小就老实，而且我是被领养的孩子，爸妈对我是恩重如山，如果不是别人教唆，我根本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。要怪就怪我太爱小月，以至于我无法分清黑白，没办法认清她真实的面目，是如此的恶毒虚伪。不对，你爱我，你爱的是你自己吧？要房子要钱，哪个不是你先提出来，然后让我出主意的？我恶毒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个渣男，我要跟你离婚！你就离！妈，你们看看，那个吴小玉，她就是这样的嘴脸，我就是被她这样给骗了呀！王阳，吴小月就算是千般不是，人家可是现在怀着你的孩子呢，而且当时是你爱的死去活来，逼你爸妈给了你50万彩礼才娶回来的，现在你说离就离啊？你都说了，她现在怀着孩子呢，她肯定不会跟我离婚的。起来！妈，你们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跪死在这里！你给我起来！这是混混的家，你要死，给我另外找个房子去！爸妈，你们就原谅我吧。王阳，你真把我们当傻子呀？啊！你现在演这一出，连3岁的孩子都能够看得出来，你是为了遗产。妈，不是的，我现在真的已经反省了。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听那个吴小月的了。她说的什么狗屁边界感，咱不要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毫无责任感，你遇到事情就推卸责任，你连自己怀孕的老婆你都打，这是我和你妈教育的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哎呀，爸，我这是一时兴起，我不是想孝顺你们的吗？孝顺？
你要是孝顺的话，那母猪都能上树了。王阳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你自己清楚。人都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。我们的遗嘱不会再改了，你省点心吧。你的那些低级的谎言，留着骗你自己吧。我们一个字儿都不会再相信了。你给我滚！还愣着干嘛呀？滚啊！滚！滚！狗皮膏药，真是块滚刀肉，可算是滚了。呸！舅舅、舅妈，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。以后啊，没了这个儿子拖后腿，我们才算是苦尽甘来呀。是啊，王阳和吴小月那3番5次的闹腾，说到底还是为了钱。如今这遗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大概他们今后不会再来闹腾了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真的要把遗产留给我和我妈吗？欢欢，你和妈妈配得上。欢欢，这个事儿你先暂时不用考虑。我和你舅妈身体还硬朗着呢，这笔钱啊，说不定你还得等上个几十年。那也是。不过这王阳是怎么回事？当初为了老婆折磨爸妈，现在又打老婆，真是不知道他图些什么。图什么？他这个人最爱自己，图钱罢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王阳的事情告诉亲戚们，省得哪个不知情再被他给糊弄过去。这个孩子废了，废不废都影响不了咱们俩。看今天这架势啊，接下来他们要忙着狗咬狗了，咱们呀可以过一段清闲的日子啊。来，不说了，干杯，喝一个。来，干杯！秀梅，王阳和吴小月他又要做什么妖啊？小月堕胎了。居然真的堕胎了！他都发到亲戚群里了，你看看。我说过，你们王家一家都是畜生，我绝不会生下带着你们家血脉的孩子。那聪聪不存在了吗？奶奶爸爸，奶奶爸爸，奶奶爸爸。黄阳、吴小月虽然不靠，可聪聪却聪明乖巧。难道这辈子他就这么消失了吗？小月都怀孕5个月了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。他堕胎，对于这个孩子来说，或许是一种幸运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，我和小月都不会做饭，以后我们晚上就去外面吃，让爸去接聪聪放学。结婚生子也不代表我要失去自我，婚前我就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婚后也不会变。阿姨，还是你来照顾聪聪吧，顺便做家务吧，反正啊，你应该也做惯了。秀梅，王阳和吴小月太荒唐了，他们2个出去旅游，把一个4岁大的孩子留在家里，只给孩子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零食。要不是我听到孩子哭，叫来警察强行破门，聪聪早就没命了。避开这么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，对孩子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？仲君，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好多。你总是怪自己，总是想着王阳长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可
可其实，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面，父母和孩子都是被动的。孩子他选择不了自己的父母，父母也控制不了孩子的未来。你说的我都懂，可是我一想到那个未出世的孩子，我心里就莫名的难过。我这心里也不好过。可是，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忙，王阳和小月能把孩子给带好吗？如果注定要遇上这么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，一地鸡毛，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让这个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苦。你说的对，是我钻牛角尖了。咱们呀，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王阳的事儿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。吴小月都怀孕5个月了，还坚持要打胎，看来这回她是铁了心要跟王阳离婚了。是啊，估计现在王阳比我们还着急呢。吴小月，你在进学院干发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把孩子打了？来的正好，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。我赶时间回老家去。我不签，你先回答我，你是不是把孩子打了？你瞎呀！我肚子消下去了都看不出来，打了又怎样？那是我们的孩子啊，你说打就打啊，你还有没有点母性啊？王阳，你没上过学是吧？这孩子都没生出来呢，顶多算个胚胎。我的身体我做主，关你屁事！孩子不是你一个人，也是我的，谁允许你倒了？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我还怀着孕，你就敢对我动手？要是真把孩子给你生下来，你不得打死我？那些都是权宜之计，是为了骗我爸妈改遗嘱的。你怎么就这么斤斤计较呢？你笑什么呢？我笑啊！你家里人有一句话说的对，这么低级的谎言，你还是留着骗骗你自己吧。什么权宜之计？我看你就是真情流露。那不是你活该吗？要不是你净出馊主意，我怎么会？行了，别说这些废话了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看我没了遗产，没了房子，所以就要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想离婚可以，把结婚时候我给你的50万彩礼退回来。还给你？你想得美！我为你怀孕流产，那50万给我补身体还不够的。你个贱人！好，那我就死也不同意离婚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反正我是个男人，二婚也他妈不亏。王阳，你连你爸妈都挺不过，还想跟我斗，做梦！你们是谁？别过来！王八蛋，就是你对我妹妹动手是吧？窝囊废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可当小月的青春？报警！我们是夫妻，我哥哥、我小舅就是你的亲戚，亲戚打架顶多被判个寻衅滋事，我家里亲戚多着呢，大不了以后每天换2个人打你。这离婚协议你签不签？我签。贱人，看我没钱你就跑路，我这辈子你给害惨了。王阳，事到如今，我就最后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你结婚是为了钱，可跟你离婚还真不是为了钱。
这是为了什么？我承认，我闹事儿就是为了你父母的房子。可你呢？你父母对你不差吧？我稍微一撺掇，你就跟我一拍即合，被滋养了你几十年的父母，才是真正的为了钱有亲不认。你敢承认吗？我承认什么？我明明都是听了你的安排。我可没拿刀逼你，还不都是你自己乐意？不过没关系，我就知道你不敢承认，所以我跟你离婚，还真不是为了钱。像你这种没本事、没担当、没出息、没钱还打老婆的男人，就该一辈子众叛亲离、孤独终老。你这个真不行啊！滚蛋！哎，赵女士、王先生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小李，物业费不都交过了吗？不是物业费的事儿，是你们儿子王阳。对，他都消停1年多了，怎么又出幺蛾子了？哎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贱人！你他妈是贱人！老子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我儿子了。我之前跟您说过吧，他要是再来喝酒闹事儿，您就直接报警。我知道，我也是这么干的，一直都还好。可现在他越来越无赖了。滚蛋！哟，这不是那个抛弃儿子的爹妈吗？2个大忙人忙完回来了。报警啊！报，随便报，反正我也进去过一次了，档案里面都有记录了。我再进去也不怕，出来之后接着堵你们。四句话开水烫。反正这钱你是拿不到了，你还想干嘛？我想让你给我道歉。我们给你道歉，都是因为你们不把房子过户给我，我才被迫住进那个又臭又破的出租屋。都是你们硬要跟我断绝关系，那些亲戚们才会对我指指点点，都是因为你们遗产没有分给我1毛钱，小月才会去堕胎跟我离婚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，都是你们的错。你很闲吗？在这儿愤世嫉俗，不找工作？1000块钱的班谁他妈愿意上啊？那个老板还说我啊，说我不够努力。我呸！这种班谁他妈爱上爱上去，厉害呀！我和你妈花了1年的时间，到处托关系求人给你找的工作，你这么快就辞了？你要是早点把房子过户给我，我还用这么努力吗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道歉。对，是我们父母太狠心，小月太拜金，都是我们的错，你就没有错？当然没有错。老话说的没错，这养父母啊，没有血缘关系，根本就不会真心为儿女着想。我要是在我亲生父母那儿，就不会这样。钱、房子我早就拿到了。王阳，你小的时候有心脏病，我和秀梅把你从福利院领养回来，给你掏钱做手术，安安稳稳把你养到35岁，还给你找工作。你结婚，我们还凑了50万的彩礼，这还不叫替孩子着想？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这又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你现在无依无靠，是想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？这又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想我可以帮到你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当然是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啊！上辈子王阳最后还是跟亲生父母见了面，
我记得他亲生父母的个人信息，要找到他们不难。帮我找出我亲生父母？是的，确定你没有什么阴谋吗？当然没有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们这一对养父母毁了你一生，那干脆我就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，也省得以后你3番5次的来打搅我和郑军的正常生活。我呸！找回亲生父母，我自己也可以。咱们走着瞧，走着瞧。秋梅，天下这么大，你上哪儿去找他的亲生父母啊？这个呀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另外，你怎么突然想到要给王阳认亲呢？那当然是因为王阳的亲生父母比吴小月更难缠来。王阳，既然你自寻死路，我就帮你一把。别敲了，叫魂儿呢，在那儿。来了来了来了！谁啊？来进来了。你是王阳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从小是被遗弃在安康福利院门口，发现你的时候，身上还有一张写着你生日的纸条。你怎么知道？儿呀，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儿子，妈，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啊？你说你是我的亲生父母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洋洋，这些照片都是你小时候照的。你出生后，我和你爸带你去照的。那个时候你还小，我们只来得及给你起了个小名叫福宝，有印象吗？福宝？哎，小时候好像是有人这么叫过我。妈！这些年妈真的好想。找到你。别傻嚷嚷，赶紧里面坐会儿。快坐，妈，快，好，快坐。啊，坐。爸妈，所以你们真的找了我这么多年了？为了找你，你爸把工作都辞了，就是想把你找回来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被遗弃到了福利院。你们要真的这么想我的话，为什么要抛弃我呢？洋洋，都怪爸妈没用。你出生以后，这家里实在是太穷了，给不了你富贵的生活，这又害怕你吃苦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就把你放到了福利院。这不后来家里条件好了点，我们也想着把你接回来，可是我们去了，你被人领养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怎么就失散了？好在啊，有好心人告诉了我们你的下落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一家人团聚。好心人？哪个好心人能认得我？就这个，没收号码发的，还附上你照片和地址。这不是我妈的电话？你妈？就是我的养母。帮我什么？当然是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啊！他当时说的居然是真心的，他真的帮我找回了亲生父母。可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？洋洋，我能这样叫你吗？可以。洋洋，爸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也快40岁的人了，也是成家立业的年龄，怎么还住在这里又小又破的屋子里啊？
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那就现在结婚了吗？离了。谁这么不长眼？我儿子仪表堂堂，还上过大学，什么样娘们儿配不上？这都是那些养父母害的。你不是被好心人收养了吗？怎么会害你啊？你们有所不知，事情啊是这样。真有此理，是反了天了，敢这样欺负我儿子！洋洋，你放心，以后有家里人给你撑腰，我们让你过上富二代的生活。富二代？是啊，洋洋，你爸现在做生意可有钱了。之后我们就带你啊去你养父母那里露个面，让他们也知道啊，你现在是有亲生父母疼，不差什么，让他们后悔去。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确实很有实力。难道我真是富二代？还有那个吴小月，那娘们儿没什么稀罕。等着老爸给你介绍一个更年轻、更好的。可是爸，我当初跟吴小月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们家50万的彩礼，那这还能收回来吗？不怕，他们能玩阴的，我们也能玩。你还有7个兄弟呢，真的打起来啊，谁都不怕。多少？7个，还有几个姐姐呢。你放心，你的兄弟姐妹有出息的人，我们家很团结，家里就是你后盾，你不用再怕任何事。喏，这是你兄弟姐妹的电话，有什么事尽管打给他们。爸妈，还是亲生父母好啊！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母，根本就不会像你们这样。好孩子啊，爸现在就给你转钱。可是什么？为了找你啊，我们跨越了大半个中国，这跨省太频繁，银行那边断定这是个高危账户，把你爸的银行卡给冻了。洋洋，你能不能给你爸转张1000块钱，让你爸解卡呀？啊，你爸马上给你转钱。你看咋样？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什么真的假的呀？你这孩子，这爸妈还能骗你吗？我们是血浓于水啊。可是，赵秀梅为啥要帮我找亲生父母呢？难道有什么阴谋？洋洋，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。这样，咱们下午就去做 DNA， 然后把名字转到一个户口本上，这样你相信？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。行，我现在就给你转。对，以后呀，这王阳要是再来我们小区喝酒啊，您就不用管他，让他自己闹，哎，反正他也闹腾不了多久了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，辛苦了。秀梅啊，给吴爷打电话呢。对。秀梅啊，任由他这么闹，真的没事吧？我倒是无所谓，就当我自己造了孽。可是街坊邻居是无辜的呀，总不能任由他打扰吧？没事儿，王阳很快就没有精力闹腾了，说不定呀，他很快就会被逼得从这个城市彻底搬走。为啥呀？因为他的亲生父母可能已经找到他了。亲生父母？我们领养王阳几10年了，都没个人来找，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出意外了呢。人家好好的呢，人家只是不喜欢种树，只喜欢摘桃子。爸，我都陆陆续续给你转了快5万块钱，你这个银行卡什么时候才能解禁啊？急个啥呢？快来！不是，这怎么能不急呢？这5万块钱也不是什么小钱啊！你要是再不给我转账的话，别说是富二代了，我饭都快吃不起了。哎，臭小子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你爸那可做生意呢啊，还差你那点钱。不是什么不是？这多大人了还问父母要钱？你现在早都到了赡养我们的时候。不是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说我以后不用再为钱发愁了。我反悔了不行啊！这事儿能反悔啊？
这事儿能反悔啊？哎呦，洋洋，你这眼光也放长远一点。但我们才刚相认嘛，总得培养感情吧？再要钱啊？培养感情，合着就是我用钱养着你们呗？小兔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生了你，你永远欠我们一条命，你一点钱还不还债呢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有罪你这人！谁叫你给小妹大呼小叫的？我今天就好他妈教训教训你！你合起伙来骗我的钱是吧？这什么叫骗钱呀？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DNA 我们也做了，那我们是不是你的亲生父母呀？啊？只不过你现在长大了，我们也老了，轮到你赡养我们了。老了还能打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养父母，他们就不会这么跟我说话，更不会问我要钱。有本事你找你养父母去啊！我都打听过了，人家不要你了。洋洋，这 DNA 也做了，我们在一个户口本上，你和你养父养母那边也断绝了关系，在法律上，我们就是你最亲的亲子关系。你要是不出钱养我们，那在法律上，你可是遗弃罪啊，违法的。好啊，原来你们两个早就计划好了。怪谁呀？那还不怪你蠢！我第一次见这么蠢的人，我随便放几个屁就骗了5万块。洋洋，以后呢，你还是乖乖的给钱，别逼我们走法律程序啊！跟他废什么话？走，下馆子呀！走。疯子，疯子，我怎么会这样？队长，兄弟姐妹，周大志说过，我有10几个兄弟姐妹，都可以帮我的忙，还给了我他们的电话号码。您好，咋没人接啊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。难道我又被骗了？我再试一次。喂，啊，是吴姐吗？啊，我是那个小时候被送到福利院，后来被找到的那个小弟，我是王阳。啊，我知道你。太好了。那什么，我刚才给我其他兄弟姐妹们打电话，他们一个都不接，我还以为我被骗了呢。那个吴姐，我想问你，是不是爸妈没有把我的电话给你们啊？所以不，就是因为知道是你打的电话，其他人才不接的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怕你是周大志和郭兰派来的帮手。什么帮手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周大志跟郭兰生了8个儿子，6个女儿，除了你，剩下13个孩子全都被他们以遗弃罪告上法庭了。说什么？难道那13个孩子就没有一个人愿意赡养他吗？赡养？那也得看是什么人啊。周大志和郭兰管不住下半身，又懒得避孕，一窝生了那么多孩子，当然养不起。所以只要一生下女孩，不是遗弃就是送给别人养。可我是男孩啊，我也被他们遗弃了。你自己应该也有数吧？你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周大志怎么可能舍得出钱给你治病？你出生3个月就被他们扔了，是10几个孩子里被遗弃时岁数最小的。那周大志他不是做生意的吗？当然是骗你的，他们这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靠谱的工作。不这么说，怎么能让你放松警惕呢？可那周大志，他们2个穿的不是挺时髦的吗？那还不是从我们这些子女身上吸的血。送走的6个女孩，她们一开始都是上门相认，然后就是要钱，只要不给钱就告上法庭。我们实在没办法，或多或少也都给过他们一点。那我是男孩啊，我跟你们不一样啊。你以为儿子就逃得过吗？就连他们养在身边的7个儿子也受不了他们今天要5万明天要3万的，拒绝给钱，最后也全部被告上了法院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现在最好能尽快和养父母和好，回到养父母的户口上，这样周大志起诉不容易被立案。如果实在没办法，就搬家吧，跑到别的城市。否则，不管是工作单位还是亲朋好友，
周大志和郭郎为了钱都会上门骚扰，让你永无安宁。养父母。可说好了啊，咱们两家一起去旅游。好。妈。王阳，你这才安分多久，又按捺不住了吧？还想骚扰秀梅，小心我报警！陈阿姨，我要搬家了，离开这个城市。我今天来是想再见我爸妈一面，跟他们说说话。搬家？志英，你先去，我跟他说两句就过来。有什么，你说吧。妈，爸在上面吗？我想见见他。不用了，郑钧最近心情很好，看见你只会破坏了他的好心情。这个房子已经不是你家了。可我毕竟也在这生活了几十年。这种感情牌以后少打，有事说事儿。妈，我被我的亲生父母缠上了，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吸血鬼，从我这儿骗了5万块钱还不够，他们继续问我要钱，我不给，他们就把我住的地方弄得一团糟，我报警，他们还耍赖。妈，儿子真的受不了了，他们还威胁我，起诉我，让我用我的后半生去赡养他们，可是他们在生下我的3个月就抛弃了我，我凭什么要去养他们的后半生啊？王阳，你真虚伪！我以前不给你钱的时候，你满嘴都是养恩算个屁，养恩没有亲生父母大。你现在来跟我说生恩没有养恩重。妈，那是我之前不懂事，不知道你和爸的辛苦，满脑子就只有自己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妈，就算您不肯原谅我，但是能不能重新把我写进户口本里？这样我的亲生父母就不会以遗弃罪起诉我了。不可能，你别做梦。妈，我不奢求您能原谅我，我马上就要搬走，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但是您能不能看在咱们几十年的母子情分上，救我一命啊？几十年的母子情，妈，我问你，你和小月想骗走我2套房子时，用断绝关系威胁我们时，山东对我们老2口的网暴，让我们出钱出力做牛做马时，放话让我们自生自灭孤独终老时，你可曾想过我们这几十年的母子情？妈，你知道吴小月第一次上门给我们立规矩的时候我在想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还是不明白，你以为我跟你爸这么长时间是在怨小月，是在生小月的气？什么意思？小月是虚伪、贪婪、恶毒，可是她有一句话说的对呀，我们没有生她养她，本质上就是陌生人。之所以我们会对她那么忍让，那是因为她是你老婆，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你，她哪来的底气一次次的作妖？哪来的底气我们会让着她？我跟你爸最伤心、最怨的是你，王阳。妈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宠爱我，
所以小月说什么我就……王阳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还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？妈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毫无担当，毫无原则，见利忘义，两面三刀。我赵秀梅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情就是在孤儿院里养了你。妈，我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不想让那些吸血鬼毁掉我的人生呀！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吧！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你留着吧，留作证据，不需要了。妈，妈，儿子悔了。妈，我们这类人，年轻时为了父母，老了为了子女，一辈子忙忙碌碌，从来没为过自己。可就算付出一切，谁又能保证孩子真的孝顺，真的能老有所依？哎，秀梅回来了，吃饭呢。即使没有孩子，年老时和心爱之人走走停停，看看这个世界，为自己而活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坐下呀！来吃饭。来了。来，饭前一碗汤，漂亮又健康。真香。深深的喝啊。